过胎的女人和没打过胎的女人有何不同？听听妇科医生的回答。当今时代，女性因为意外怀孕而选择打胎的现象并不少见。打胎在医学上又称人工流产，是指通过医疗手段终止妊娠的过程，是避孕失败的重要补救方法。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，全球每年实施人工流产手术约5500万例，25%的妊娠均以人工流产告终。我国是人工流产大国。调查数据显示，我国每年人工流产数近1000万，且具有年轻化、未婚比例高、重复流产率高等特点。在低教育水平、低收入人群及流动人口中更为突出。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与目前计划生育服务质量不高、流动人口数量上升以及未婚人群的避孕需求未得到满足有关。随着时代发展与社会观念的变迁，打胎已成为社会常见现象。这种趋势反映了多种因素，包括性观念的开放、社会经济压力、女性地位的提高以及法律和医疗技术的进步等。打胎并非一劳永逸。虽然人工流产技术目前已十分成熟，科学规范的人工流产并不会对女性造成明显损伤，但人工流产引起的近期和远期并发症仍然不可忽视。首先，打胎使女性继发性不孕的风险增加。打胎手术包括负压吸宫术、前刮术、中期引产清宫术和不全流产清宫术等。患者通常伴有痛经、经量减少甚至闭经等症状。对4家医疗机构就诊的898例25到35岁女性的调查研究显示，有人工流产经历的女性与无人工流产史的女性相比，继发性不孕发生的风险大大提高，其中流产2次及以上的女性继发性不孕发生风险的提高更为显著。此外，年龄较大的女性，大于等于30岁，以及月经不规律的女性，更易受人工流产的影响，发生继发性不孕。其次，瘢痕妊娠女性在手术时可出现出血、穿孔等严重并发症。瘢痕妊娠指妊娠物种植于原剖宫产瘢痕处，是一种罕见而危急的病理性妊娠。近年来，瘢痕妊娠的发病率有升高的趋势，逐渐引起医生和患者的重视。曾进行过剖宫产手术的女性，若术后切口愈合不良，易形成子宫瘢痕气势。再次怀孕时，瘢痕处可出现胎盘异常植入，引发瘢痕妊娠。由于瘢痕处结缔组织基层血管再生，种植于此处的受精卵或胎盘血供丰富。若术前评估不当，人工流产时极易引发大出血、子宫穿孔等严重并发症，甚至危及生命。此外，若手术操作不当或术后护理不佳，可能会造成细菌感染。手术前消毒虽然能减少病原体的数量，却无法彻底杀灭病菌，因此人工流产手术无法完全避免术后的感染。随着人工流产手术次数的增加，生殖道感染的发生率也会相应增加，不仅严重损害女性生育能力，还会影响妇女身心健康。人工流产中顺序扩宫可能造成不同程度宫颈内口松弛和损伤，致使细菌逆行感染机会增加，从创面入侵形成子宫内膜炎，导致再次妊娠时胎盘着床部位上移，甚至胎盘植入，引发异位妊娠、自然流产及胎盘粘连或植入等异常情况。打过胎的女性和没打过者有这3点不同。打胎的危害有很多，打过胎的女性和没打过者也有许多不同，主要体现在生殖系统健康、激素水平和心理因素这3个方面。生殖系统健康。打胎对子宫内膜是一种机械性损伤，特别是刮宫过度和反复人工流产，会造成创伤性子宫内膜缺陷，甚至并发多种疾病，严重危害女性生殖系统健康。一方面，打胎可造成子宫内膜不可逆性损伤和宫腔粘连。与正常子宫内膜相比，妊娠期子宫内膜基底层疏松，更容易受到损伤。妊娠期间，子宫内膜在雌激素和孕激素的作用下逐渐增厚，以保障受精卵的着床。与未怀孕时的子宫内膜相比，妊娠期子宫内膜的基底层更加疏松，可以支持胚胎在其中扎根和生长发育。
然而，这种变化也使其更容易受到损伤，打胎时可能导致出血或其他并发症。宫腔粘连是子宫内膜受损引起的宫内粘连或纤维化，患者常出现月经异常，尤其是闭经，表现为生育能力下降、妊娠率降低、妊娠结局差和反复流产。宫腔粘连诱发闭经后，患者常因流出道梗阻导致经血逆流而发生子宫内膜异位症，进而出现周期性慢性盆腔痛，严重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。另一方面，打过胎的女性可并发其他生殖系统疾病，如输卵管堵塞、子宫颈机能不全和慢性盆腔炎等。随着人流手术的广泛应用，女性出现不孕的概率也逐渐提高。其最主要原因是人工流产造成的输卵管堵塞。输卵管阻塞和病变的位置可以通过子宫输卵管点油造影显示，同时通过点油机械性的冲洗，促使轻微粘连的输卵管堵塞部位得到有效开通，最终可以正常受孕。人工流产术后可能出现子宫颈松弛，增加早产风险。人工流产时，子宫颈需要被扩张，从而导致子颈肌肉受损。术后若未进行正确的休养和康复训练，子宫颈可能难以恢复到正常组织结构，甚至出现宫颈机能不全，再次怀孕时引发早产。此外，盆腔炎是人工流产术后最易产生的并发症，这类感染可表现为子宫内膜炎、输卵管积脓和腹膜炎等一系列临床疾病。国内有报道指出，非意愿妊娠女性终止妊娠时首选途径为人工流产手术，但术中反复进行宫腔操作，过度搔刮难免会加重对子宫内膜及子宫颈的损伤，引起术后感染，最终诱发盆腔炎。2、激素水平。打胎是一种人为中断妊娠的方法，可使体内孕激素水平急剧下降。女性生殖功能的调节主要由下丘脑垂体卵巢性腺轴完成。突然终止妊娠可能导致下丘脑垂体卵巢轴调节紊乱，出现停经、闭经、月经量少、月经淋漓不尽、痛经等月经异常的表现。多次打胎的女性，内分泌系统反复剧烈波动，较易发生卵巢功能紊乱和排卵障碍，继发不孕。一项调查数据显示，120例女性患者均在人工流产术后出现月经不调的症状，平均年龄29.4岁，平均病程1.6年，平均经期14.8天，平均经量150.5毫升，平均周期18.7天，符合月经量增多和经期延长等月经不调的西医诊断标准。同时，若使用口服孕激素治疗人工流产术后阴道出血及月经不调，可极大缩短患者月经出血时间，疗效显著。不同年龄阶段女性内分泌功能有明显变化，年龄越大，内分泌调节能力越差，卵巢功能衰退越明显。近年来，随着二孩政策的实施，生育年龄的推迟和生活压力增大等因素的影响，卵巢性不孕比例升高，有人工流产史的高龄人群更应引起重视。3、心理因素。人工流产术对患者的损伤较大，打过胎的女性可能会面临较强的心理压力，如内疚感、对自己未来的生育能力的担忧等。这些压力可能会进一步导致焦虑、抑郁等心理问题。流产后，女性可能会对自己未来的生育能力产生担忧，担心流产对再次怀孕的影响，甚至后悔打胎这一决策，产生焦虑情绪。部分女性会觉得自己对胚胎的生命负有责任，流产会让她们感受到丧失孩子的悲伤和失落。这种心情持续较长时间后，可能导致女性出现抑郁症状，如情绪低落、兴趣缺失、失眠等。在某些思想相对保守的地区，打胎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，使得女性流产后产生强烈的羞愧感。同时，打胎还可能会影响女性与伴侣、家人和朋友的关系，增加其在人际交往中产生的压力。3、减少意外妊娠，从科学避孕做起。据统计，全球每年约有8500万例意外妊娠，非意愿妊娠占比 40%， 其中 50% 的非意愿妊娠女性选择人工流产。意外妊娠的主要原因为科学避孕知识缺乏，未避孕或不正确坚持避孕，因此应加强育龄期女性的生殖健康教育，指导其选择合适、
高效和正确的避孕方法，降低非意愿妊娠危害，保护女性生育力。加强性安全知识教育是减少意外妊娠的重中之重。近年来，人们的性开放意识显著增强，但关于避孕知识的认知度却仍然偏低，导致临床重复流产、人工流产率呈逐步上升趋势。由于大部分患者对避孕相关知识缺乏了解，主动避孕的意识相较低，即便已行人工流产术后仍然没有主动进行避孕的意识，使得重复流产率也高居不下。因此，加强人工流产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势在必行。积极的健康宣教可以让人们学习到更多科学、正确的避孕方法与措施，增强其主动避孕的意识，明确意识到主动避孕的重要性，从而积极主动的进行避孕，最大程度的降低再次意外妊娠的发生风险，减少重复流产的发生，更好的保护女性生殖健康。此外，有人工流产史的高龄人群，由于其卵巢生理功能减退，更应对避孕产生重视。不仅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，不熬夜、不抽烟，远离不良环境，规律运动，还要科学避孕，以免人工流产造成体内激素的紊乱，对健康产生进一步的危害。此外，科学避孕方法的选择十分重要。调查发现，在发生性行为时，采取安全期避孕、避孕套和体外射精等低效避孕措施导致避孕失败占 31.42%。这一现象提醒我们，科学避孕方法的选择至关重要。2018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《人工流产后避孕服务规范2018》版倡导应用包括宫内节育器、皮下埋植剂等长效可逆避孕方法。这些长效避孕方法属于高效避孕方法，以此降低人工流产的发生。对于已经完成生育、没有再生育意愿的女性，应及时引导落实长效避孕措施。年轻育龄女性，特别是小于等于39岁的育龄女性，正处于生育旺盛期，尚未完成生育，使用短效避孕措施控制生育间隔最为方便，但使用短效避孕措施，特别是避孕套，容易导致人工流产。因此，针对这部分年轻育龄女性，应通过发放宣传手册、咨询、建立产后避孕热线电话等途径，加强避孕的宣教和指导其正确使用短效避孕措施，避免非意愿妊娠。综上所述，女性打胎往往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损害，预防打胎应从科学避孕做起。相关机构应加强性健康知识宣传教育，使女性充分认识到打胎的危害，提升自我保护意识，掌握正确的避孕方法，避免非意愿妊娠，保护女性生殖健康。